是，注意，哎呦，岔气了，哎呀！注意看，中国崔类拳创始人被老外一拳放倒，没想到崔类拳大师竟被崔类拳终结。挨到这一拳的魏宁辉当即就失去了战斗能力，最擅长攻击对方肋骨的魏宁辉，竟被老外重拳命中肋骨，瘫坐在地上嗷嗷惨叫，站不起来。能 KO 魏宁辉的老外可不简单，他是摩洛哥最恐怖的拳坛杀手，年仅21岁就爬上了世界排名第2的位置。在布兰德·伊利亚斯18岁那一年，就已经斩获了80战78胜的恐怖战绩，所迎战的对手几乎都是各国拳坛的顶级拳王。自从在中国用崔类拳击败了崔类大师魏宁辉，伊利亚斯便认为中国选手也不怎么样，并没有传说中的那样势不可挡。就在伊利亚斯在中国自以为是之际，坦克邱建良刚刚进入排名前10，就对伊利亚斯发起了挑战。毕竟魏宁辉和邱建良在私底下是非常要好的朋友，在伊利亚斯眼中，邱建良就是一个无名之辈，击败邱建良甚至比击败魏宁辉还要简单。然而邱建良则是把伊利亚斯当成了一个垫脚石，击败伊利亚斯对于邱建良来说，距离羽量级世界排名第1就又近了一步。话就不多说了，来让我们欣赏一下邱建良是如何为好兄弟复仇的。请长按3秒点赞。比赛开始，年仅21岁的伊利亚斯对战26岁的邱建良，俩人足足相差了5岁，但伊利亚斯是排名第2，然而邱建良则是刚刚跻身进入到排名前10。果然年轻人就是气盛，一上来根本不多说什么，拿着拳脚进攻就开始猛压邱建良，时时刻刻都在给邱建良制造麻烦。反观邱建良比伊利亚斯大了整整5岁，自身的实力与比赛经验当然要比伊利亚斯大很多。年轻啊，这个刚刚是95年啊，哎，虽然这么年轻啊，但布莱德的这个已经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女儿了。啊，这位不知道这么拼命的打比赛，是不是为了挣奶粉钱？这个自己的女儿也可能是力量的源泉。哎，没错，布莱德是一个攻击型的选手，而且攻击密度很高。邱建良是一个智慧型的选手，更擅长抓对方的这个漏洞和时机。是，邱建良呢在场上呢，经常呢会对自己的比赛节奏啊，把握的是。对于伊利亚斯来说，击败邱建良就可以有机会登顶世界排名第1。不愧是摩洛哥百年难一遇的搏击奇才，年仅21岁就能成为世界第1的选手，全世界都找不到第2个。虽然伊利亚斯的比赛经验不是很足，但伊利亚斯常年在国际拳坛打比赛，所获取的都是大赛经验，对比之下和邱建良几乎相差无几。打起架来，邱建良也是比较吃力一点，毕竟伊利亚斯年轻气盛，对付起来相对困难一点。住在擂台的中线。哦，右摆左扫，这样的话把邱建良的这个进攻都防住。邱建良刚才一个后摆拳击中，在邱建良跟摩萨布打之前呢，没有人看好摩萨布，结果邱建良拿下了那场比赛。邱建良刚才这个动作已经是在第1回合当中2次的重复使用了。伊利亚斯的进攻欲望非常强烈，看来是想在第1回合将邱建良终结掉。可别忘了，邱建良可是中国打自由搏击最好的选手之一，是首位用脑子打拳的中国选手。频繁的互换拳脚让伊利亚斯的进攻欲望更加强烈，每时每刻都在紧逼邱建良。邱建良为了保证比赛的正常进行，而是选择稳扎稳打的战术打法来与伊利亚斯展开周旋。拿佛，高端。这个伊利亚斯布莱德防守的非常严密，是，这是第1回合，对于伊利亚斯来说呢，现在呢更多的啊还是球的这个稳健的这样一个打法，是因为毕竟邱建良也是一个强手，哎，虽然说这有排名的区别啊，但在前10名的选手都是非常具有威胁力的。是，转身对拳被打到，顶膝，在这个找不到进攻机会的邱建良会以试探来打开局面。一旦发现合适的进攻机会，邱建良会毫不犹豫打出一系列拳脚进攻。实施完进攻之后的邱建良立即恢复了防守状态，对此伊利亚斯丝毫没有任何办法。漂亮，是淋漓尽致的看到了2位的能力和水平。邱建良上来的这个低头的这个高扫啊，是邱建良自己的一个特色。是你很容易认为他低头以后会打摆拳，对，然后你把手一放下来，他的高扫地就出来了。其实后头还埋着一招，你的反背拳。这场比赛的这个战略层面上很高，其实双方在技术上差距没那么大。对，就看谁的战术运用的好，谁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。是。而且其实呢，第2回合开始了，本来这场比赛就极具有困难性，现场又下了点雨，在本就艰难的比赛上又增加了很多困难。
然而这并不影响伊利亚斯对邱建良发起猛攻。长时间被压制的邱建良并没有放松警惕，而是时时刻刻都在控制着距离，基本上不给伊利亚斯连续实施拳脚进攻的机会，这就让邱建良得到了很大的喘息。这个观赏性很高。哇，后手上勾打到了，抛进去了。伊利亚斯跳起步，天哪！这个地面的确是有点吃力，是因为这会儿雨啊，其实呢真的是下的已经很大了。没错，两位运动员在这个还要保持平衡，还有高速的运动。是的。腿换拳，伊利亚斯。邱建良所实施的进攻很精准，也很有意义，并不是随便实施拳脚进攻来试探伊利亚斯。比赛已经到了这个节骨眼上，再不提升进攻攻势，邱建良很快就会被伊利亚斯全方位压制，在双方眼中看不到任何防守。一旦有一方发起主动进攻，那么另一方就会以攻击的方式来反击对方。天才少年与高智商选手对拼就是这么特殊。哦，漂亮！这个低端的大步真漂亮。是。我们看欧洲的选手，他几乎会把自己的这个 clinch 的动作直接省略掉，我就要这种打击的密度。明白。邱建良，看刚才这几个位置的变换啊，非常清晰。两个人基本上差在毫厘间。对。伊利亚斯是保持着攻势。对。而且刚才这个王阳国老师也说了，邱建良呢一个很大的这个特色就是在场上。邱建良率先打破了比赛的平静，一连串拳脚进攻攻破了伊利亚斯的最后防线。恼怒的伊利亚斯开启了最后的能量储备，频繁的互换拳脚让邱建良有点吃力。不过邱建良并没有因此而降低出拳出腿的质量，继续用高质量高密度的出拳出腿来与伊利亚斯展开对抗。看来这场比赛很难出现一次读秒或者是击倒。对攻，对，因为移动可能会导致自己的平衡失去。是，包括呢这个很多这个舍身的动作呀，这个大范围的动作可能做的会少了。这样的话，观众可能会比较开心，因为这是一个电话亭战术，是被迫电话亭战术的一个对攻。两个人都站好了，这样的进攻输出其实是非常便于我们这个观看的。是的，相对密度现在伊利亚斯下来了，邱建良开始慢慢的变成攻势的多。哇！很早，伊利亚斯在这个世界上排名第二。第二回合到达了尾声，邱建良总是以防守反击来与伊利亚斯展开对抗，实施主动进攻的次数并不多，但手中紧握着大比分优势和比赛节奏。面对伊利亚斯全程的猛打猛冲，邱建良照样能与伊利亚斯展开互换对拼，根本不再怕的。快，进入到最后一回合的较量了。两个人，我估计谁也不愿意把最后的结果交给裁判。绝对是这样。伊利亚斯的密度，上一周密度只有非常明显的增强了。这个邱建良要考。第三回合开始了，伊利亚斯开将体能全部释放了出来，高密度的出拳出腿暂时压制住了邱建良。反应过来的邱建良也开启了最后的能量储备和体能储存，全心全意与伊利亚斯展开高质量的拳脚对拼。此时此刻，俩人对拼的不只是出拳出腿的密度，更多的是精准度和体能状态。体能储备是一个非常强悍的。对，所以说我们这个毕竟啊，两个人真的是高手间的对决，在这样的舞台上，在勇士荣耀的擂台上，我们才能看到这种顶尖的对抗。是的。这场比赛也是众所期待的胜负啊！我们当然很期待，我们更期待的是两位选手在擂台上给我们带来这种美学的这种展示。我们可以先不考虑结果，我们先看这个过程，过程足够精彩。练习前摆，我们看这种前摆。邱建良依然控制着全场的比赛节奏，就算伊利亚斯的进攻攻势很猛烈又如何？还不是被邱建良的防守反击打得难以抵抗。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年轻就是最大的资本。别看邱建良比伊利亚斯大了5岁，但邱建良自身的实力还是不容小觑的。毕竟是首位进入排名前10的中国选手，要是能击败世界第2伊利亚斯，邱建良将有机会冲击世界排名第1。明显的在加强。是的，所以说邱建良这会儿呢，要考虑怎么样改变一下这个场上的局面。低扫，做一些重击。现在邱建良并没有做重击，还是大多数以干扰为主。是，因为现在我们看邱建良打的还是比较稳。对，这一局回合的节奏没有太明显的变化。没错，伊利亚斯一上来的那个猛冲，等于是被消减。对。但是伊利亚斯的进攻力度，我们明显可以看。这不仅是一次实力之间的对决，更是智商之间的碰撞。高密度的出拳出腿能给人一种压迫感，俩人都能顶住压力，给对方制造压力。从比赛一开始，伊利亚斯就属于主动进攻的一方，
一直到第3回合尾声，伊利亚斯都属于是主动出击的一方，然而邱建良则是防守反击的一方。这个带摔，那这样的话是犯规了，给撑开了，中断，时间已经不多了。是的，邱建良如果再做过多的移动，一定要做动作了，再做过多的移动会被变为消极的。拐攻后裆，我们非常漂亮。距离比赛结束还剩下10几秒的时间，伊利亚斯的诡异招式还在实施。真要是说耍心眼，任何一个国家都耍不过中国，毕竟耍心眼是咱们中国老祖宗发明的。邱建良完完整整坚持到了最后，可知道伊利亚斯才年仅21岁，就已经是排名第2的选手，可想而知伊利亚斯的实力究竟有多强。比伊利亚斯大5岁的邱建良能坚持到现在也算不容易。和对比赛的控制能力不好判啊，是后手、前手、中段的扫踢。前摆后直，我们看伊利亚斯一上来的这个整个的猛冲的态势，对，压了大概邱建良有1分钟。是，伊利亚斯更犀利，而邱建良更稳健。哎，没错。哦，两位选手惺惺相惜，很漂亮。这场比赛给我们带来了非常……比赛结束了，最终邱建良技高一筹获得了胜利，真是应了中国那句老话：姜还是老的辣。年纪轻轻的伊利亚斯还需要社会的磨练。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你会给邱建良打几分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